天天干都是干，只要能治墨，学好手艺就行。哎，曾大师傅，近日又收了一批学徒，您瞧瞧。锤墨要的是力气，其他墨工都穿着汗衫，你为何不穿？我不热，用不着。是不需要，还是不能？啊，用不着。果然是个丫头，女子不能制墨，你尽管败坏行业规矩，败坏我骆家名声。谁说女子不能制墨的？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罢了。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制墨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，坏了规矩还嘴硬。好，那你就跟我去文会，辩个清楚。来人，带着丫头跟我走。干嘛别碰我？我自己能走。胡会长，诸位墨业当家，这便是我做的出新墨。这墨一瞧便知烟台烧得老了，捶打也不到位，制得甚是儿戏。不错，此墨既无商货之貌，受不得高价，又无传世墨仪，制作稀松平常，在家墨济济的徽州，着实登不得台面。粗制滥造，这要是我制的墨，我都不好意思进文会的大门。我还以为你会叫八爷帮你。胡会长，来品品这方成墨，有如此的胆识，得此一个成字，倒叫我高看你一眼。这用料普通，制法粗糙，只能算是下品墨。看来李珍姑娘以后就……胡会长，我给珍娘出的题，墨也不拿给我瞧瞧？哈哈，三爷。珍娘，你且说说，为何做这方制法简单的墨呀？之前你就应该晓得，这样的墨可入不了墨行诸位老前辈的眼啊。我知道，因为更好、更复杂的墨，我做不出来。这也是眼下我能制出最好的墨了。我也想过添加名贵的用料。可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合墨。既然往上不成，我便想着，那便做一方简单又实用的墨也是不错的。这便是我的初心。制不出这样的话，你也说得出口？还初心？我看你简直是丢人现眼。是我实力不济，我承认，在座的诸位皆是墨业的前辈。看不上这方墨也是情理之中，可是于我而言，我已经尽了全力，担得起问心无愧这4个字。这方墨虽然实属下品，但好在颜色够黑，造价低廉。这无论是坊间记账，还是小儿习字，未必不是一种更优的选择。于此一途，我自认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，故而也不觉得悔。真娘已经知道今日结果了，最后还请三爷爷将此墨赠予他需要的人，也算是一尽他的价值。
黝黑，一方好墨啊！好墨，罗大少爷，你莫不是疯了？那是一方下品墨，还好墨。哎，物者有所宜，才者有所失，各处其一，故上下无为。李珍姑娘有言在先，说这方墨价格便宜，适合账房记账，小儿习字。在座的诸位，年幼出习字时，给你们一方上品之墨，舍得用吗？老祖宗当年制出这第一方墨的时候，是为了把心里这点东西记下来，哪里有那么多的规矩？可无规矩它不成方圆，无规矩怎定优劣呀？优劣不分，我们这些磨坊，我们这些人，这个文会，他要它干什么呀？徽墨传承至今，徽州磨坊比比皆是。咱们各家拼的不就是一个精益求精吗？对，精益求精乃制墨之本。我问了磨坊的管事，说李珍姑娘初进磨坊学墨不过3、5月之余，敢问诸位在座的初学墨3、5月之士，能否制得出这样一方你们口中所谓的劣墨啊？是啊，文松之言让我想起初入墨行之时，习墨2载，2载啊，才制出平生第一方墨。要说成色嘛，也不过如此。那即使如此，李珍姑娘此时此刻这一方墨不能不算是一方好墨。诸位制墨制得久了，莫忘初心才是。再说了，诸位管得着李珍姑娘制墨不制墨呢？我若是李珍姑娘，我都犯不着接下这一桩考验。我制我的墨，管那么多做甚？诸位如此百般阻挠，是因为心生畏惧，怕有朝一日李珍姑娘制墨大成，以女子之身强压诸位一头，丢失了颜面不成？我们会怕一个黄毛丫头？笑话！那既是如此，此事无需再议了。